18岁生日当天，母亲抓来2只动物给我和妹妹分配婚约。第一试的时候，我抢先选择了精壮的黑豹，妹妹则得到了貌美的鲛人。可没想到黑豹早就对妹妹情根深种了，为了讨好妹妹，他竟趁我不备亲手将我撕碎，接着挖出我的内丹献给了妹妹。第二试我学乖了，选了貌美的鲛人，却没想到鲛人也被妹妹吸引，竟连同其他鲛人将我活活淹死。随后他也投入了妹妹怀抱。现在我又重生了，面对这2个兽人，我是谁也不想选了。而正当我头疼该怎么拒绝时，角落里突然闪过一道不起眼的黑影，我大喜过望，一把薅住他，立马当场宣布我就要这个了。而后根本不给众人反应的时间，我光速的就和小黑蛇结下契约。没想到下一秒，我脑海里突然炸开一道冰冷的声音：敢跟姑契约，你是不是想再死一回？18岁生日那天，母亲为我精心物色了2个兽人。如雪，你只管选择你想要的那一个就好了，剩下的那个分给你表妹。上是我听了母亲的话，于是选择了力量和速度都是族中最强劲的豹人，表妹则分到了鲛人。可豹人和我契约后，老是表现的战力不佳，我还以为是他生病了，却没想到在眼睁睁看着我被其他兽人撕成碎片后，豹人竟一跃而起，用我从未见过的力量将他们迅速杀死。而看着我的尸体，他不仅没有愧疚，反而一脸冷漠的嘲讽：你最大的错误就是选了我，害得我错过了如烟。原来豹人一直喜欢我表妹，因此才对我怀恨在心，所以第2试重生后，我眼也不眨的选了鲛人。鲛人性格温顺，总该不能对我怎么样吧？可我没想到鲛人竟然也爱上了表妹。为了表妹，本该性格温顺的鲛人竟将我骗到他从小生长的水域，联合族人将我淹死在水中。我死后，他坐在水边，眼眸低垂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但我实在太喜欢如烟了，喜欢到都快发疯了。这次我又重生了，直接重生到选择兽人的这一刻。眼下族中长老正不耐地催促着我：如雪，你还要磨蹭到什么时候？如烟还在后面等着呢。我看了看一脸煞气的豹人，又扫了下正偷看姬如烟的鲛人一眼，当即头都有些大了。我小声问母亲：可不可以不选？母亲摇了摇头：不行。如雪，你是在担心他们实力不济吗？放心，这都是我亲自挑选的。这个豹人是有史以来速度和力量最优秀的天才，而这个鲛人则是他们族中的王子，以后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鲛人王。眼下情况紧急，我没法向母亲解释前2试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，而且我也不能一个兽人也不选，因为这是灵族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，每一个族人都需要在契约仪式上选择一个兽人。若是我就这么不顾规定离开，母亲一定会被族中那几个老不死的长老以此刁难。可这2个兽人都不会安心待在我这里，只要他们喜欢上姬如烟，我就还是会有性命之忧啊！正当我一脸无措之际，旁边突然闪过一道黑色身影，细细长长的速度极快，除了我没人注意到它。一条不明品种不能化形的小蛇，身上还带着兽人独有的灵气波动。我大喜过望，将它捉住，当场宣布我就要它了。然后不等众人反应，就飞快地和它结成契约。而当象征着契约达成的荧光闪过的那一刻，我脑海中同时响起一道冰冷的声音：和我契约，你是不是还想再死一回？睁开眼，众人看我的神色各异。姬如烟按耐不住激动，大声说道：表姐弄了半天，你就选了这么一条小破蛇啊！话音刚落，当即就有长老不满的大喊：如雪，这可是在契约仪式上，你难道是在耍我们吗？我抬起手，好让他们看清手腕处的那道淡淡银痕。我怎么耍你们了？我没有契约兽人吗？看到那象征着灵族和兽人之间契约的独特符印，他们才相信我手中的这条小蛇真是一个兽人，这才悻悻闭嘴。接下来轮到姬如烟选兽人了，我这才得空在无人注意的地方拎起小蛇。刚刚你说再死一回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小蛇明明没有开口，但我脑海中却直接响起了他的声音：你姑修为暴跌，被强行绑定在你身边，你一步也走不掉。你第1试、第2试，你死了2次姑，就活活跟着你死了2次。你每一次都是在姑即将恢复巅峰的时候，你这一次姑不想再任你摆布，要先行离开。你结果竟然被你抓过来契约了。原来如此，我们竟如此有缘。想到有人跟着我重生了2次，这种感觉也是很奇妙的。呵呵，小蛇干笑2声，随即我看向正在豹人和鲛人之间来回打量的姬如烟。你说他会选谁？姑怎么知道？那依你看来，谁实力更强？孱弱的蛇身在我手中扭动，点评起来竟是一点也不留情。都弱。我也不打算从小蛇这里得到答案了，专心关注着姬如烟那边的情况。可没想到他竟脑袋一转看向了我。表姐，你说我该选谁啊？这话一出，全场的人都静声等待着我的答案。无论姬如烟听不听从我的建议，没被选中的另一个人都势必会恨我入骨，这是在用我拉仇恨啊！我冷笑一声，不如表妹都要了吧，这2个兽人都如此出色，表妹一定十分愿意。其实每个灵族人不只能够契约一个兽人，只是契约兽人要占据识海中的神石。若是想契约多个兽人，那么每契约一个兽人，就需要在原来的识海中分割出一片新的神石。神石类似于精神力，连受到一点点损伤，都会觉得灵魂震颤不已，十分痛苦。更不要说是强行将原本是一块整体的神石，活生生割裂成几块了。果然，我的话刚刚说完，姬如烟的脸色就变了，她强行压抑下脸上的不愿，笑了笑。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其实我心中
早就有人选了。他走向更为高大强壮的豹人，划开指尖将血滴到了豹人顺从低下的额心，银光浮现，契约已成。豹人得意地看了眼满脸不甘的鲛人王子，下一秒单膝跪地。我是莫言，我会守护你的，永永远远。我叹了口气，不由想起当初他漠然地看我挡在他身前，只身抵挡着其他兽人攻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他可没有如今这样的虔诚啊。好蠢的女人！小蛇毒舌道，打不过你不知道跑，而且你不是知道他的心不在你这里，巴不得你早点死。那时候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怒然反驳，而且都结成契约了，不就是要把后背留给对方吗？小蛇不说话了，过了好久他才扭捏开口说了句：女人记住姑的名字，姑叫风息。另一边鲛人脸色苍白，拉着季如烟的手，你真的不要我吗？我会阴功，我可以让方圆1里的人瞬间暴毙，而且我还会疗愈，只要人没有死，我都能救得回来。突然我怀里的风息轻笑一声，他最擅长的可不止这些。我问他鲛人最擅长的是什么，可他却又闭口不谈了。一旁的姬如烟听了鲛人的话后，还是狠心松开了他的手。我已经有莫言了，但是你可以契约2个兽人。鲛人急切地说道。姬如烟向我投来怨恨的眼神，意思是怪我怎么提醒了鲛人这个事情。毕竟他怎么舍得让自己经历分割神石那么痛苦的事情。他狠狠甩开鲛人的手，却还得维护自己温婉可人的形象。抱歉，我有莫言一个就已经够了。契约仪式结束后，我本打算编造一个理由向母亲解释，为什么我没有选择他为我精心准备的兽人，可他却说，如果有什么难言之隐，那就不用说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相信我的女儿。重生2次，唯一不变的就是母亲一直这么相信我。我2次都死得不明不白，我不敢相信她有多痛苦，所以这一世就算是为了母亲，我也要变强。拜别母亲后，我带着风息一起进入了试炼灵境，这里面有许多的妖兽，我从外围进入，从一开始的被妖兽追着跑，到后来能够有一战之力，再到最后能够以1比10。风息虽也是忙着提升自己的修为，却并不和我一起，每日早出晚归，独来独往。不过经过了前2世，我对契约兽人的底线已经降到很低了，不杀我就好，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吧。况且风息修为提升，与之契约的我也有很大的好处。风息化形是在第3个月，那夜他比往常回来的早些，见他出现，我平退正给我揉腿捶背的妖兽，拿出特意为他采摘的灵果，快来，这雨灵果最适合你们蛇族修炼了。说着我将雨灵果朝他口中塞去，却不想我的手还没伸到他的嘴边，眼前异象突起，不知从哪里弥漫出一阵白雾，随后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。谁告诉你我是蛇族了？还是风息磁性的声音，不同的是如今他已是人形的一身黑袍，身材高大，五官俊美，还怪好看的。行吧，你不吃那我吃。我忽略心中那一点微弱的悸动，将雨灵果扔进我嘴里，却没想到风息又将它半路劫走，塞进了自己口中。真是反复无常的蛇族。在那之后，风息便一改态度，一直跟在我身后。不过这很不好，因为在他强大的威压之下，根本就不会有妖兽靠近我。我无奈向他提出抗议，他想了想，同意了我的要求。接下来就成了风息逼着一群妖兽追赶着我，而我为了自保，只能和他们硬刚。转眼已经过了半年，试炼灵境内的妖兽都已经被我揍遍，转而对我俯首称臣，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出去那天，我远远就看到灵境门口有母亲的身影。母亲，我兴奋地跑过去，母亲扫视了我一下，露出了赞叹的笑容。如雪，你进步了很多啊。我亲昵地靠在母亲肩上，这是自然，我可是母亲的孩子。却不想耳边突然响起一道杀风景的声音，来人正是姬如烟。表姐进步确实好快啊，一定是在试炼灵境里得到了许多宝物吧。不过表姐是族长姑母的女儿，这些也是你应得的。姬如烟这话一出，周围来接我的族人眼神都起了变化，好像我的修为提升真的是母亲以权谋私，给了我许多好处似的。我摇摇头，看来表妹是真的不了解试炼灵境啊。我在试炼灵境里待了半年之久，创造了灵族最长的记录，你竟然还觉得我是靠万物提升的修为？姬如烟惯会装柔弱无辜，可从前我从未当众给她难堪，此刻她脸色难看得很，我却还没说完。想起来了，表妹还未曾进入试炼灵境，试炼过吧？虽然族中一向有和兽人完成契约后就要前往试炼的规矩，可是表妹你提早契约了兽人，这本就是特例，可以理解。姬如烟无非是想说我有一个族长母亲得到了优待，我却要告诉众人，她姬如烟才是那个一而再再而三的特例。对啊，姬如烟明明契约了兽人，为什么没参加试炼啊？有不满的同辈开始大声说道，我们谁不是九死一生才出了试炼灵境，凭什么她就可以这么特殊？姬如烟也听到了这些话，有些心虚。我的兽人与我心有灵犀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培养默契了。这话一出，不少人笑了出来。你不会觉得试炼只是为了磨练你和兽人之间的默契吧？正当姬如烟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，远处突然出现一道身影，眨眼间就掠过阻挡的人群，到达了姬如烟身边。这恐怖的速度令在场所有人都惊叹不已。来人正是莫言，他将姬如烟牢牢护在怀中，微扬起头。你们是觉得我的实力不够，还需要如烟额外去受苦吗？顿时没有人说话了，显然是都认可了莫言的实力。如烟的特殊有我作为底气，
莫言说完这句话，就搂着姬如烟霸气的离开了，而离开前还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，只是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身后的风息，只看着我阴恻恻的一眼，充满了警告。我微不可察的皱了皱眉，看来无论如何，莫言对我都有敌意，我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啊。很快到了族内大比的日子，按照族规，每一个拥有契约兽人的年轻族人都需参加族内大比，赢的人会得到绝品灵气和丹药的奖励，也可以把这得到灵气和丹药的机会换成一个愿望，若是不太过分，族中长老会允许并帮助其实现。姬如烟特地来告诉我，她也要参加这场大比。表姐，我抽到的对手是你，但我的兽人很厉害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介意。上是我在参加大比的前夕被莫言喊走，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一群失控的兽人，我死后莫言解决了这群兽人，并将他们体内的晶石献给了姬如烟，姬如烟因此修为大增，成为了大比的赢家。而他许下的愿望就是接收莫言这个已经失去了契约主人的兽人，在长老们和灵气的帮助下，姬如烟一点分割神识的痛苦都没有经受过，就拥有了2个兽人，而我的灵魂也彻底消散。没有料到我会真的会大介意。姬如烟的脸一僵，表姐，我想赢下这场大比，因为我有很重要的愿望要实现，所以我必须得参加。我似笑非笑，那你还问什么？姬如烟支支吾吾，直到被莫言赶来搂在怀里。姬如雪，他眯眼看我，如果你对如烟客气一点，我还能考虑让你输得好看一些，但你对他这样，我也没办法了。这时风息在一旁默默发动了威压，莫言没有防备，瞬间跪倒在地。这么弱的你，具体说说你想怎么让他说？莫言用尽全力，却还是没能挣脱风息的威压，最终还是姬如烟主动向我道歉，风息才放过了他们。离开时，他们2个的对话声清晰地传到我和风息耳中。如烟，对不起，我太弱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，一定会。从这天起，姬如烟和莫言再也没在我面前出现过，直到宗门大比这天，姬如烟站在我的对面，却半点不见惊慌。姬如雪，我最恨你这副目空一切的样子，不就是有个族长母亲吗？有什么可神气的？姬如烟笑得诡异，你拥有的东西，从今天起都将被我拿走。我一看到莫言的出现，便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莫言吃下了禁药，这是一种让兽人能够短暂提高修为的药，可副作用极强。若是兽人的经脉劲受不住强大妖力的冲击，很可能会经脉尽断。莫言嚣张地说道：“你们伤害了如烟，今天我不会让你们活着走出去的。”话音刚落，他就发动了攻击。风息不慌不忙的迎击，砰！在2人身旁的气波碰撞的瞬间，莫言脸色突变。他即使是服下了禁药，仍然无法打败风息。不过短短几息，莫言就已经趴在地上生死不知。我和风息赢了，风息没有使出全力，是想让莫言在痛苦中死去。可我们还忘了一个人，鲛人王子温真，他拥有强大的疗愈能力。听说是姬如烟求到了他的面前，他不惜拔下了自己最珍贵的鳞片，以身入药救活了莫言。还是像前世一样对姬如烟深情厚谊呢？毕竟前世我死后，他跪在姬如烟面前，所求的也不过是默默追随在姬如烟左右，连契约都不必有。他发下毒誓，自己绝不会背叛姬如烟，多讽刺啊！这份情谊本身就建立在背叛之上，却反倒来得更忠诚。就像如今听说了温真做的事情后，他如今的契约主人骆云冰也非常的生气。我正好撞到了他教训温真的一幕，雾气萦绕的温泉之中，温真正默默承受着骆云冰的鞭打。温真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是我的兽人，和你契约的人是我？你竟然为了姬如烟那个身份卑贱的女人，不惜拔下自己最重要的鳞片。听到骆云冰骂姬如烟身份卑贱，温真终于有了一丝反应。如烟并不卑贱，还有，我拔的是自己的鳞片。哈，你这么维护这女人！骆云冰彻底怒了，手里的鞭子疯了似的朝温真抽去。失去了这块鳞片，你的修为再难提升，这对我难道就没影响？温真的后背很快就被抽得血肉模糊。见状，我蹑手蹑脚想要拉着风息离开，突然温真回头看了一眼，精确地对上了我的眼睛。惨了！我对风息说：“这温真肯定以为是我告的状，又在心里记上了一笔。所以你注定要和他们结仇的。”风息循循善诱，还不如我们先入为主，直接杀了他们。他的表情不似说笑，可以我也郑重道：刚好他们一人杀我一次，我还回去也无妨。可我没想到温真的报复比我们的行动还快。本来组里给我安排了外出的任务，可姬如烟非要进来插一脚，说他上次错怪了我和风息过意不去，愿意替我执行任务。我还嫌跑得太远见不了母亲呢，所以我乐得清闲，就让姬如烟去了。可没想到半夜的时候，温真突然来到我的房间，双手掐在我的脖子上，一张精致的脸在月光下美丽又病态。说你逼如烟去哪里了？我悄然取出袖中匕首。我怎么会知道他去哪里？你别跟我装，如烟就是顶替了你去完成任务的。我已经从骆云冰那里听说了，他明明都已经重新契约了，却还心心念念着姬如烟不放。真不知道这姬如烟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。如今他半夜跑出来，骆云冰应该也是不知道的。好吧，我说。趁温真分神之际，我发动灵气翻手向上刺去，想要挣脱他的束缚，却不想匕首刺在温真身上，他竟不闪不避，而且身上也并未被刺伤。我明明下了死力。温真冷笑，双手逐渐收紧。我用了鲛人族最珍贵的圣器碧灵珠，你是伤不到我的。说如烟去哪里了？话刚说完，温真就向后倒去。风息站在他身后，语气阴森：感动他，
你就那么想死吗？飞快收拾完温针，风息给我渡来灵气疗伤。我不过就出去了1炷香的时间，你就能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心虚之下，我也没问风息为什么出去。温真被丢到了族中长老面前审判，但骆云冰是大长老的孙女，对这鲛人十分喜爱。一二长老们商讨的结果十分草率，就将她扔到封禁塔中反省1个月吧。母亲挺直了脊背，眼看就要和他们吵架，我把她劝了下来。算了，母亲，我不还好好的吗？来日方长，我想的是将莫言和温真一网打尽。然而还没等到我做什么，族中就出事了。温真逃了，逃走前杀了他的契约主人骆云冰，自己也身受重伤。大长老震怒，派出大批族人前去，是要这个杀死自己孙女的罪魁祸首。然而查了10天，却根本查不出温真的去向，他根本就没有返回他从小生长的那片水域。原本众人猜测温真是不甘被灵族契约，这才要杀了契约主人回到水里，继续当自己的鲛人王子。可如今看来却不是这样，众人没了主意，他们没有意识到，在无人注意的时候，姬如烟外出做任务已经返回，身边除了去时便带走的豹人莫言，还多了一条养在玻璃缸中的鱿鱼。姬如烟还是不出我所料，就下了前去找他的温真。为了不让温真被发现，他还让他缩小身形藏在鱼缸。姬如烟走到哪里都带着那条温真化作的鱼，或许是分给温真的宠爱太多，肉眼可见的他身边的莫言变得暴躁易怒，甚至有点主动挑事的冲动。你不知道好狗不挡道吗？我好好的走在路上，莫言突然出现，定定的挡在我面前。我向左他也向左，我向右他也向右，我也不憋着自己，直接向莫言击出一掌。他起初还嘴角挑起，洋洋得意，就凭你还想伤我？下一秒就躺在地上口吐鲜血。不可能！上次在契约台上，你的修为明明还没有这么恐怖。我看了看身旁的风息，那就要拜风息驱赶来的大堆妖兽所致了。我从莫言身上踩过去，同时身后还传来了刺耳的尖叫声。姬如雪，你竟然把莫言害成这个样子！姬如烟拉着我的手不让我离开，还喊来周围的人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姬如雪她仗着自己是族长的女儿，对我的兽人肆意伤害侮辱。看着姬如烟为了自己出头，莫言眼睛亮起，配合的呕出一口鲜血，虚弱的靠在他怀里。如烟，我没事的，你别说话了。姬如烟抬起头，恶狠狠道：表姐，你今天定要给我一个交代！交代！我不思悔改道：打就打了，你想要什么交代？姬如烟眼里闪过一丝暗喜，我这副嚣张跋扈的模样正符合他的心意。可下一秒他就喜不起来了，因为我说道：我其实也不想打他，可谁让那杀了云冰妹妹的鲛人温真，竟然就被这莫言藏起来了呢？我隔空取过姬如烟腰上的储物袋，然后将里面的小玻璃缸摔在了地上，随后施了一个强制现形的咒，瞬间地上便出现了一个银发鱼尾的虚弱男子，正是温真。表妹，你看这莫言送你的小鱼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它可是温真化形而成的，莫言骗了你啊！姬如烟嘴唇颤抖，却还是没有说出真相。莫言的双眼原本还隐含期待，后来就逐渐灰暗下去。早有人去通知了大长老，此刻他的人匆匆赶到，当场将温真和莫言压了起来。当着众人的面，姬如烟将自己摘了个干净。对，都是莫言做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，是莫言骗我。这只是普通的小鱼，我才将它随身带在身边的。既然这个鲛人杀了瑶月姐姐，那他就任大长老处置。被押走时，莫言眼神涣散，连头都没有回，只剩下姬如烟瘫倒在地，默默垂泪。我正要带着风息离开，他却突然停下，是梨花带雨的姬如烟拉住了他的衣袖。你是表姐的兽人吗？就是你察觉出温真的真实身份的吗？你好厉害！风息看向我，见我没有反应，就一脚将姬如烟踹开。啊，咋玩意儿？莫言和温真都被投入了镇妖塔，只等3日后当众处决。姬如烟虽没有受到惩罚，但莫言死后他也要失去契约兽人了，并且没有人提出让他再重新寻找兽人契约的事情。他有些慌了，跑来向我道歉。表姐，对不起，我向你认错，你放过莫言和温真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他们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杀他们的事不是我决定的，你自己去向长老们求情吧。特别是大长老他们不见我，姬如烟竟然抓住了我的腿。表姐，你帮帮我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姑母是族长，权力那么大，一定能让人放过他们的，对吗？我踹开他。如今你觉得我母亲权力大了，当初你和外人一起传我母亲这族长之位，形同虚设的时候呢？还是若我母亲这次还同以前一样，没有满足你的要求，你便又大肆宣扬她德不配位？姬如烟趴在地上久久没有动弹。姬如雪，看到我这副模样，你很开心吧？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。我知道他不会就此罢休。第二天晚上，风息突然对我说：姬如烟去找了你们的大长老。大长老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不是说长老们不见他吗？风息嘴角笑了笑，随后他说的话令我感到一阵恶心。大长老要求姬如烟用绳体交换放过兽人的机会，而且只能放过1个兽人，也就是说莫言和温真，姬如烟只能救1个。我猜他会救莫言，可最后他留下的却是温真。温真从镇妖塔中走出，还有些虚弱，却满脸深情。如烟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姬如烟咬了咬唇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会带我回到巡海吗？那当然。温真再也忍不住，抱住姬如烟亲了上去。我会带你回到巡海，我是鲛人王子，
你就是我的王妃，再也不会有人陷害你。他们离开后便径直去了后山的温泉，曾经温真受鞭刑的场所，如今却变成了两人恩爱的圣地。我这才知道，当初风息对我隐而不谈的温真最厉害的能力，便是动情的能力。镇妖塔内，莫言从风息的幻生镜中看完了全部。看清了吗？他选择的不是你，即使你是他的兽人，但你的死对他不会有任何影响。莫言脸色灰败，随后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不要忘记你答应我的，到时候你们要把姬如烟给我。给我一个人。从镇妖塔中走出，我笑了，终于能一举除去姬如烟和那两个碍眼的兽人了。母亲是族长，不便于出手，那我便自己来。我嚣张跋扈道：谁叫他们这么不长眼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衅我。等到周围那道窥伺的目光终于离开，我也就闭了口。到了莫言要被处决的日子，姬如烟却没出现。处决台上，莫言的眼睛一点点暗下去，终于他点燃了自己的魂火。兽人普通的死亡并不会影响到其主人，可魂火燃烧不一样。契约兽人的魂火和主人的神识早已相连，兽人的魂火燃尽后，主人的识海也会遭到破坏，轻则痴呆，重则死亡。终于，姬如烟匆匆出现在人群中，神色愤怒。莫言，你快停下！莫言双眼痴狂。如烟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会为我而来的。可这时他还是没有停止魂火的燃烧。姬如烟慌了。莫言，你不是爱我吗？你快停下来，不然你会带我一起死的。死这个字好像让莫言想到了什么。你还知道我会死啊？你竟然连见我最后一面都不肯。姬如烟，我都是为了你，我从来都是为了你啊！你竟然毫不犹豫就抛弃了我，选择了他。姬如烟身旁的温真微微一愣，然后开始苦笑。莫言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我们都爱如烟，爱到不可自拔，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你真的愿意让他和你一起死吗？此话一出，莫言的表情平静下来。如烟，你要记得，我叫莫言，我永远爱你。他竟这么容易就被温真洗脑，真的打算停止魂火的燃烧。可这时他才发现，魂火的燃烧根本无法停下。莫言表情痛苦望向我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明明你说过这魂火可以停下的。我什么也没做啊，我一脸无辜。正是因为什么也没做，所以莫言的魂火才一发不可收拾，只能活活燃尽了。什么？莫言狰狞质问。你明明答应我的，给我施以秘法，这魂火便能想停就停的，你竟然出尔反尔！我点头，对，就是骗你了。莫言暴怒，不顾身体和灵魂上受的极致痛苦向我冲来，然后被我一掌拍回了处决台。他再也说不出话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魂火燃尽，最后遥遥向姬如烟看了一眼，那一眼充满了深情和爱意。可惜此时满脸惊恐的姬如烟并没有看到，她正向温真哭着求救。温真，我不想死怎么办？我不想死。温真也是满脸不知所措。最后姬如烟想跑过来，向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也就是我求救，可我怎么会让他走到我身边？姬如烟口中涌出源源不断的鲜血，对比之下，温真给他的疗愈之力也只是杯水车薪。够了！一道威严的声音从远至近传来，转眼间就已经到了耳边。姬如学你罔顾人伦，竟伙同那罪人莫言一同戕害同族。大长老将姬如烟扶起，给他服用了一枚灵药，姬如烟的状态随之红润起来，而紧随其后的一众长老拿着锁链大声喊道：观其德行实在不堪，今将其收入灵域，待他日再做出处罚。母亲用灵气挡在我身前，让长老的锁链根本无从下手。大长老眼神不怀好意的眯起，族长，你难道要包庇自己的女儿？这不是包庇，母亲沉着道，我相信自己的女儿，她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二长老站出来，哼，今日他用计让那兽人自燃魂火牵连族内如烟，这可是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情。大长老手一挥，空中便出现了当初镇妖塔中的画面，莫言和我的合作和谋划都清晰地映照在眼前。画面一转，又是我在镇妖塔外说过的话，终于能一举除去姬如烟和那两个碍眼的兽人了。母亲是族长，不便于出手，那我便自己来。谁叫他们这么不长眼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衅我。在场的族人皆哗然，姬如烟哭得梨花带雨。了解，我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，我究竟是什么地方惹到你了？姬如雪，我早知你蛇蝎心肠，才做下如此提防。大长老就要抬头，还不认罪。既然如此，我自然……我嚣张的笑，自然是不认的。仅凭这一段画面，能说明什么？我这还有更多的。身后的风息适时也在空中投影出这样一段画面。先是一段冲击力极强的大长老将姬如烟拉进小黑屋，告诉他只能救一个兽人的画面，然后是几个长老聚在一起，商量着如何名正言顺夺走我母亲的族长之位的画面，最后便是大长老红眼黑气俨然入魔的画面。长老怎么样？这些够吗？回答我的是他们祭出的各自的杀招。这一世我没被杀死，有了更多时间推敲整件事情的由来。为了准备我的契约仪式，母亲花了很大的精力挑选兽人。莫言自虽暴力，温真隐忍狠毒，母亲选出来的绝不会是莫言或温真这种人。我细查才发现，这一切都是大长老的阴谋。他早就对我母亲的族长之位虎视眈眈，却没有正当的理由夺权，这才将算盘打到了我的身上。现在想来，之前两世我的死都对母亲造成了极大的打击。此刻大长老见真相败露，燃起了漫天魔气。你发现了啊？那又如何？今天在场的人不多，我只要通通杀掉就好了。母亲拍拍我的手，如雪退后，可我反而将他挡在身后，然后看向某人，请吧，该你了。
风息勾唇一笑，下一瞬竟是直接转移到了大长老面前，以手作着，直接刺穿了大长老的心脏。不可能，你是……大长老根本没有想到他的死会来得如此迅疾。剩下的几个长老，我早已和风息约定过，由我来练手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们一起击败。往日仙风道骨高高在上的几个白须老头，此刻匍匐在我脚下，将他们交给母亲处置之后，我走向姬如烟，她还活着，只不过面色惨败，失了魂似的躲在温真怀中。不要杀我，表姐，我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我虽对你使过花招，但我从未想过要杀你啊！你不能杀我！我是无辜的。温真心疼地将她抱在怀中，满眼警惕地看着我。只可惜她的警惕毫无作用。我将温真提起来，化回她的原形，而后径直斩断了她的鱼尾。鼻端传来一阵恶臭，姬如烟吓得失禁了。你确定你从未对我动过杀心吗？我笑起来，就算你没有吧，但总有人因为你想杀我，我又何其无辜呢？我还是大发好心了一次，让姬如烟和莫言、温真死在了一起。看到他们和处决台上的莫言的尸体混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没有丝毫恐惧，横贯两世的憋屈仇恨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我借梦境之由，将前2世的事情都告诉了母亲，她心疼地抱住我。这样的梦，从今以后我的如雪也不会做了。母亲的族长之位做得更稳了，我也便有了出去游玩的自由。只是身边还跟了一个兽人，黑发黑袍，面容俊朗。